大家好，很开心又到了廖医师的生活中医时间。年关将近，我们来准备一些药膳年菜，增加菜色的多样性。主要第一个，过年的时候大家大鱼大肉吃的比较多；第二个，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很多长辈喜欢在这个时候呢吃一些素食，所以我们准备一些素食年菜来增加一些菜色的多样性。今天我们就介绍4道年菜，那包括有圆圆满满的聚宝盆，然后有福寿双全的金满堂，还有紫气天寿的香健康，以及没负担跳满宝。这个圆圆满满聚宝盆呢，我们首先要用到的是十全大补汤。那十全大补汤基本上有4君子下面的这4味药，再加上上面的这4味叫做四物汤。那再加其中2味，也就是4君4物加起来叫做8珍，8珍再加上炙黄芪跟肉桂，叫做十全大补汤。那十全大补汤呢，主要4君子汤是有补气的效果，而且可以增加脾胃的功能。因为在过年的时候吃太多大鱼大肉，基本上我们的气会卡住，而且会比较容易胀气。这时候我们吃一些4君子汤来开脾健胃，会比较舒服。那四物汤呢，具有补血的效果，那气血双补，精神满满，准备来年所需。那再加上一些，因为天气冷，我们可以用一些黄芪来补气、行气活血，然后也可以加一点肉桂来温阳。那这里面呢要注意到的就是肉桂我们在中药房有时候买到的肉桂或者是你有时候在菜市场买到的肉桂，可能会像这样。肉桂是树皮，可是记得外面的这个皮的部分，因为有非常多的昆虫啊、动物啊或者什么东西的爬行，所以会比较脏，而且呢，它会有一点点苦苦的，也有一些毒性，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用的时候呢，要把它刮掉，要刮成像这样子这个是好的板桂我们像一个板子一样，就叫板桂。像这样的肉桂呢，基本上它的香气会更浓郁、更好，而且温阳的效果也会更棒那首先我们先来把这一些药材做一些炖煮那炖煮的目的是因为在这1个小时的炖煮时间中呢，可以让药性发挥得更好。我们把药包、人参片同时下锅，然后呢，我们这里有10样的素食材，有3种是属于种子类、坚果类的这个可以增加汤头的多样性。那栗子就代表顺顺利利，腰果长得很像钱包，就有财源广进的意思。莲子呢，可以代表多子多孙。那因为这个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熬煮，这时候放入2000cc 的水，我们就可以开火下去让它炖煮1个小时咯。在这个时候要再添加50cc 的米酒。米酒的目的是因为药材里面很多的有效成分都是脂溶性的，所以增加一点点米酒，这个时候下去炖煮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只是要让药材的性味可以更加的提升，然后增加汤头的多样性。那记得在烹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放一些姜那姜基本上也可以有整肠胃的作用，然后可以增加汤的温补性，所以我们切个几片姜下去。好，这时候我们来准备其他食材。首先我们这里有干香菇，那干香菇我们要先把它泡水，等一下还要再把它做一下爆香的动作。这个是金针花又叫做萱草，然后它有镇静安神的功效。这一种看起来蛮鲜亮的这种金针为了要保持它的脆度还有色泽，所以往往商家会有一些熏硫磺的动作。那这个硫磺呢，很多人吃了之后会不舒服，喉咙会痒，会咳，而且汤煮起来会有点酸酸的，所以我们要用温水，大概50-60度的温水先把它泡过，然后泡了第一次呢，把它泡个20秒。好，稍微泡一下，等一下我们会再换水一次。好，然后法菜代表发财，那法菜一样要把它先泡水。好，这时候金针菇我们再换一次水你会看出来倒出来的水有一点黄黄的那个里面可能就是有一点点硫磺的成分在，它会有点酸酸的味道。那这时候我们把它沥干，我们再泡第2次的水，这样吃起来会比较健康。再来，芋头在烹煮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下去炸，它会容易糊糊散散的那我们把芋头切小块，就煮汤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容易散开要注意炸的时候油温不用过高
哦，太焦了会容易上火，这也不太好。我们像这样子，芋头炸到有一点酥酥的就可以了，大概炸个5分钟，这芋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起锅。好，这时候呢，我们准备来炸鸟蛋哦。我们把鸟蛋稍微炸一下，炸到有点酥酥的，然后看起来金黄金黄的。或者有的人会喜欢再酥一点点，你可以再炸久一点点都没关系哈。好，我们鸟蛋炸到像这样有一点蓬起来，这时候鸟蛋就可以差不多要准备起锅。再来，我们就要来炸我们的猴头菇。那菇类的东西呢，把它稍微炸一炸，它的香气会更多，所以我们这个要稍微炸一下，可是不用炸太久哦。哦，炸到像这样有点酥酥脆脆的，外表酥酥脆脆就可以了。再来，我们这时候呢，香菇已经泡得差不多了。我们香菇这时候把它水沥干，也是把它稍微炸一下哈，可以增加它的香气。好，我们香菇也稍微炸一下，可以了哈。再来，我们把金针花准备好沥干，一样把它稍微炸一炸。那刚才香菇沥起来的水不要倒掉哈，我们等一下后面可以再加到汤里面，可以增加汤的香气。这时候我们把金针花稍微炸一下，好，金针花不用炸太久哈，这样子下锅一下子就可以了。我们大概花了10多分的时间，把这些食材都先做前处理。那我们这个十全汤底呢，也熬煮1个小时了哦。锅中的水量太少，记得要再加一点水哈。泡香菇的水呢，我们一样可以把它加下去。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来帮它做摆盘的动作。那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定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没有下盐巴，没有下任何调味料？哦，基本上能够不加调味料是最好的哈。我们的药膳能够让食物自己去发挥它最好的风味出来，这是最完美的。只是我们今天下的料呢，基本上十全药材我们的重量都不重，所以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可以使用啦。只是如果真的你的血压过高或者容易上火的人，哦，还是要斟酌哦。虽然它好喝，可是那个量适量就好哦，不要喝太多哦。那可以让你的元气满满1整年。那这样子，这个锅等它滚起来，我们就可以使用喽。这时候我们可以来准备下一道菜，也就是福寿双全金满堂。好，那我们现在南瓜先把顶拿上来，等一下我们可以用这个南瓜呢来做盛米粉的用具。我们要先电锅预热，电锅预热了有蒸汽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南瓜下进去，蒸大概10分钟，要小心手不要被烫到哦。好，那这样让它蒸，等一下南瓜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里面的肉挖出来，留下它的外核。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南瓜肉是比较熟的。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来把南瓜肉这样子慢慢的挖，然后小心哦，不要挖破，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把这个拿来蒸米粉用的，所以这南瓜挖一挖，等一下我们把刚才先挖起来的南瓜肉、南瓜籽跟这些南瓜肉再放在一起。那这时候呢，我们来准备米粉，水滚了，火关掉，然后下米粉泡2分钟就可以了。好，我们米粉2分钟泡的差不多了，这时候把它捞起来，放到另外一个锅子里面。好，我们现在要开始来烹调福寿双全金满堂。那我们首先要准备一些香菇，然后一样先把它做一个爆香的动作。我们香菇爆到像这样子的时候，有一点点微微的焦，那我们这时候可以下一点点的酱油抢香。好，我们把爆好的香菇起锅，这时候要准备来煮南瓜。那这是刚才蒸挖起来的南瓜，我们就把它下来。然后一般人呢会喜欢把南瓜籽去掉今天我们故意把南瓜籽留下来，因为南瓜籽其实有它的好处在，尤其对于男孩子的摄护腺的保养，而且南瓜籽其实在烹调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有它的香气出现。所以我们这时候呢，我们下入大概500cc 的水南瓜在我们传统上第一个，我们台语很多人会给它叫金龟金龟所以有福气发财的意思。
那南瓜味甘性温，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食欲哈，尤其在这个过年期间哈，增加一些食物的纤维哈，这是好的。那它还可以补中气、消炎止痛、解毒利尿。可是要注意瓜藤类的东西哦，它有一些毒性在。可是呢，这些南瓜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是非常好的。好，锅盖盖起来，让它焖熟、焖烂，这样就可以了。好，大概10分钟，我们的金瓜变成南瓜浓汤了。这时候呢，我们把刚才炒好的香菇放下去，然后我们的泡香菇的水不要浪费掉。那为了增加一些好看的色泽呢，我们会选择加一点点枸杞。那枸杞是一样，我们先把它用水泡开，连水一起下就好了。然后这时候呢，适度的加一些调味哦，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胡椒粉，然后一些的素蚝油，然后我们的酱油，我就不再下盐巴了哈。我们可以吃的稍微淡一点点。最后面，我们这时候准备把米粉下来，因为这米粉已经熟了哈，所以下来不用煮很久哈。让米粉充分的去吸收我们的南瓜汁，我们就不把它剪断，我们就直接下来，就有点类似长寿面的意思哈。煮到像现在这个程度，我们就可以下一点芹菜哦。芹菜在这里除了可以增加纤维之外，还可以增加它的香气哈。好，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起锅了哈。好，那福寿双全均满堂呢，这一道菜其实基本上这个是可以连外壳这个都把它吃干净的。因为其实南瓜皮也有它独特的风味，而且它营养成分很高，然后纤维量又足，所以建议各位过年期间惜福，我们就把它一起吃光光。稍待一会，我们还有2道精致的年菜要介绍给各位，都是一样健康满满的，再请您回来观赏哦。